什么收复中原、赢回2胜啊？皇上以前可能还有这个心，经过淮西这一闹啊，他肯定是断了这个念头了。大哥，那你再上一奏，咱岳家军单军北伐，我就不信拿不回中原。岳家军单兵北伐有难度吧？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。怕就怕以后皇上变成惊弓之鸟，从此以后对北伐之事只字不提。是啊，大哥，你若是不顺着皇上这个心思，恐怕会失去皇上的恩宠，反而被朝廷那些小人所利用啊。个人荣辱，何须放在心上？你们不必顾虑这些。眼下最棘手的是，如何让皇上再下北伐之心？皇上没有处罚张俊，反而升了他的官，这就说明问题了。皇上根本就不想北伐呀。不是皇上不想，而是皇上怕我们这些武将在北伐的过程当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哎，这壮大有什么可怕的？这军队壮大了可以保卫社稷，保护老百姓嘛。再说了，俺老牛有啥可怕的呀？他要是怕俺对他不忠的话呀，那就把俺最值钱的东西都押到他那儿去。不是你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你最值钱的就一个贵娘，你舍得押吗？不，那是，那贵娘那啥媳妇儿押不得，我舍不得。押得。啊，这倒是一个主意。咱们大将出征在外，如果把家眷押给朝廷，皇上就会信任咱们。为了北伐大计，说不定就得委屈一下咱们的家人了。我给皇上写份奏折。爹，刚才探子来报，有一队大京使者入境，正向临安而去。真的？啊！这娃儿的，这皇上他是又想议和了。大金皇上圣恩，愿将河南、陕西之地无偿归还，还有你们老皇上的棺椁，一并奉还。当然了，宋廷每年需向大金纳贡白银25万两，绢丝25万匹。这哪里是议和？哼，分明是抢夺！大宋久战方息，民生凋敝，百业困顿。今非昔比啊！所纳之数，那可是宋人的脑袋和性命啊！哼！大人说的这些，我可就管不了了。我们是奉大金皇帝的命令，前来江南诏谕的，而且大宋必须废除年号，对大金俯首称臣。这不可能！从此以后，大宋的皇上必须跪拜接旨。这更不可能！这样的议和，丧权辱国，恕不能接受。皇上今日龙体欠安，不上早朝，退朝。这次啊，晋人主动跟咱们议和，居然还割地给咱们，条件很不错呀。是啊，当年每年要给辽河西夏55万两所以呢，现在区25万两，算得了什么呀？是啊，25万两，还个天下太平，这笔买卖啊划算。可是他们提出来要皇上下跪接旨，这个不好办吧？皇上，昨天晚上您一夜辗转反侧，想的可是议和的事。是啊，靖康之乱11年来，这可是金人第一次主动提出议和。这11年来，每天晚上朕都会做同一个梦，梦到先帝、魏后、
不停地在朕耳边说：“我的儿啊，我冷，我想回家。”所以皇上想要议和。昨天朕想了一个晚上，今人愿将河南、陕西之地交还，还要送先帝还朝。如此优渥的条件，朕怎能不动心？只是，皇上在顾虑什么？那些金人提出让朕跪接圣旨，朕不是不愿跪。若朕下跪磕头，可以化淮河而分治，让百姓免遭战乱之苦，让太后可以回到南宫。别说是磕几个头了，就算是要朕的命，都可以。姚公公，请回去向皇上请罪。臣有罪，有罪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真晦气。公公，你慢走。公公，你慢走。官人，你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！被发现了，那可是要满门抄斩的。从吴国城到临安，这一路之上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活得像一条狗一样，被晋人拿着把柄，被皇上呼来喝去，这种日子我受够了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赌一把，要么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要么永世不得超生。那皇上一定恨死你了呀！皇上，他对我的态度，先齐之，后爱之，又疑之。现在起，我要让他拒之。哎呀，这死老鼠，跑哪儿去了？这是，嘿，咦，刚刚还在这儿呢。臭老鼠，跑哪儿去了？官人，还不快帮忙找找啊！跑哪儿去了？这是。你还想逃吗？谅你也挑不出我的手掌心去。哎呀，你还在说些什么呀？这，你抓住了？秦相国，我特地请人从波斯带回一只猫来，这样以后就不用怕老鼠了啊！哎呀，好漂亮的猫啊！哎呦，哎，张大人快坐，我去给你们做些酒菜。夫人，啊，恭喜秦大人！啊，皇上命我请你入宫面圣，我就说嘛，皇上一定会再次启用你的。哎，你赶紧收拾收拾，咱们走吧。啊！现在皇上已经开口了，
莫要错过良机呀！啊！你可知皇上找我干什么？皇上现在要议和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他若不重用你，重用谁呢？皇上现在遇到了难题，这才想起我。若是让他轻而易举地见到我，有了解决之策，难免他日后还会将秦某弃之敝履。皇上几次三番召你入宫，你都借过不出，难道你就不怕掉脑袋？来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再一，再二，未必有再三。秦大人真的就不怕皇上从此彻底的把你打入冷宫吗？张大人，若是一个人腹中饥饿，他不会把嘴边的肉扔掉，就算它是老鼠肉，吃下去也会甘之若饴。张大人，这老鼠肉的味道怎么样？看来你还是不够饿呀！啊！秦桧，一个罪臣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朕想用他就用他，不想用他就不用他。现在倒好，变成朕来求他了，他倒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了。他究竟什么意思？难道让朕求他吗？皇上息怒，都是小人办事不力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其他人有何看法？皇上，没有一个折子是有用的，全是废物。皇上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娘，你身子不舒服？没事，我喂您喝点汤。不用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我看到了张勇，想起了我唐营老家，想不到这次南下竟是永别。娘，你一定会回去的。不用安慰我了，我自己知道，人老了就这样了。昨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们一起去看皮影戏。娘。我记得小时候，你最爱带我去看皮影戏。每月的初一、15，村口就有人来演皮影戏。我跟你搬着一个小凳子，坐在台下看。哎呦，你看的是如痴如醉呀！等到戏完了，人散了，我们娘俩还舍不得走呢。
山之处。娘，您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活着回不去了，死后我希望能日日望着家乡。张勇说庐山就很好。喝点水。娘，有没有舒服点儿？将来能回去的话，把我的灵柩和你爹葬在一处，老家没人了，你爹的坟头长满了杂草。太有意思了，有意思啊！哇，真不错！哎，好，耍得真不错。好，真好。
最喜欢吃新鲜的核桃，娘每次想你就剥一颗，攒着攒着就攒了这么多。来，你来吃一颗。这个钟字是忠于君父。那娘在想，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字扩大一点，忠于的不再是一个皇帝，而是仁义之念、仁义之事、仁义之功、仁义之战，为仁义而忠，为仁义而弘道，甚至为仁义而杀身。这报国的国字，那不单单是指大宋而言，指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国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和平相处之国。朝廷以仁义为政，三军以仁义为师的泱泱大国。你的忠，你的国，也许在眼前，也许在未来。娘，孩儿会记住你的教诲，千里相送，终有一别。您在此入土为安，好生安息吧。爹，爹，你这是看什么呢？提防新围，必有雨；鸡斗牛女，雨蒙蒙。爹，别开玩笑了，你看这天上满天的星星，明天怎么可能下雨呢？看着吧。哦，对了，皇上那边有什么情况吗？哎，皇上整天大发雷霆，骂那帮大臣都是酒囊饭袋。哎，你说，关键的时候连一个给皇上出主意的人都没有。岳飞呢？爹，我听说他老母去世，他上庐山守孝去了，估计这会儿也没工夫搭理这事儿。这么大的事，他不会坐视不理。他爱理不理。哎，你想想，现在皇上考虑的不是战和和的事，而是怎么和。眼下皇上正好没了方向。爹，现在皇上是最需要你的时候。爹，你看看什么时候去见皇上啊？
还在为议和的事烦忧。皇上为此事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，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。不如这样吧，臣妾带皇上出宫走走，皇上觉得怎么样？是啊，娘娘说的对，皇上整日忧心忡忡，老奴担心皇上积郁成疾，不如出去走走看看，多大的烦心事儿，没准就都豁然开朗了。好吧，朕就听爱妃的话，赶紧去准备。是。爱妃啊，你可知道，朕第一次看见你，就是在一个像这样的地方。10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当年王渊、康吕2个人，竟然背着朕胡作非为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过万幸，他们2个人终究算是恶有恶报。但是这件事情至今仍让朕心有余悸。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，臣妾已经忘记了。你不会还恨朕吧？恨过，可是恨一个人太累了。好，侧面下雨了，来，朕带你找个地方避一避。来。下去看看，做了什么事？是。皇上，听口音应该是从北方逃过来的。连年征战，那儿的百姓好多都躲到南方来谋营生了。真可怜，有家归不得，有田种不得。当年的汴京，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，繁华至极。如今啊，朕唯一的心愿就是保全江南之地，再现汴京之盛景，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次议和能够成功，天下就太平了。臣妾相信，皇上一定能够做到的。这次议和事关江山社稷，可是，在朝中这么多的大臣，朕居然是无人可问。唯有秦桧脑子还算聪明，却屡次三番托柄不见，让朕如何是好啊？10几年前，臣妾从父亲手中接过豆腐摊子，生意惨淡。一天，有家酒楼让我们供应豆腐，我们都很高兴。这可是一笔大买卖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黄豆贩子说要涨价。没有办法，既然答应了酒楼，我们只好先高价买下黄豆。虽然这笔生意我们赔了本，
但这个缓兵之计，却让那家酒楼非常相信我们。之后，他们让我们常年供应豆腐，我们的生意也因此渐渐有了起色。爱妃这个豆腐精，还确实有点道理。皇上取笑了。姚公公，皇上，秦桧他现居何处啊？在城南，离这儿不远。皇上，就在这儿了。哎，秦大人，皇上来了还不出来见驾呀？秦大人，秦大人，皇上，秦大人他死了。死了？前2天他吐血吐得好厉害的，他死了。皇上。皇上，不知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皇上恕罪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官人，真没想到，快起来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，微臣给皇上请安。秦桧有事远迎。官人。平身吧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秦桧啊，没想到你堂堂相国，居然沦落到如此下场。唉，这也怪朕，让你受苦了。微臣惭愧，让皇上挂念了。哦，朕给你带了一些名贵的草药，保证会药到病除。秦爱卿乃是朝廷的栋梁之才，要赶紧好起来啊！谢皇上，谢皇上。哎，快坐。皇上也坐。哦。请。宋今又在商谈议和之时，朕此次前来，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微臣以为，和则双赢，战则双败。此话怎讲？皇上，真宗皇帝的时候啊，大宋跟当年的大辽立下了澶渊之盟，将当时2个县1年的总收入赐予大辽，换来天下太平。而如今花些许银两，就能收回河南、陕西之地啊！皇上胸怀勤政爱民之心，微臣以为
不出2年的功夫，肯定就能赚回这点银券。这些道理朕都懂，然而金人刁难，不但要向他们称臣纳贡，还让朕下跪接旨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是啊，微臣听说金人他们态度非常强硬，毫无回旋余地。如不答应，恐怕这议和难成。倘若如此，我大宋颜面何存？必须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。皇上所言极是。皇上，其实皇上可以以热孝在身为由，不问朝政。既然不问朝政，便无需接待金使。那么，不接待金使，也就不用下跪了。好啊，朕总算是没有白来。不过，你说金人他们愿意吗？皇上，秦桧愿前去与金人交涉此事。齐相国，你在这里受委屈了，明日就回相国府吧。秦桧，叩谢皇上。谢皇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恭喜啊！谢谢。大人啊！秦大人，恭喜啊！秦大人，恭喜啊，秦大人！恭喜啊，大人！恭喜！
金人仍不答应，该如何是好？蛮夷之邦，无礼仪可言，与他们说守孝之事，无异于对牛弹琴。朕若是跪拜金人，那朝中那些主战大臣还不得要了朕的命啊！公公，我要见皇上。赵大人，此事万分紧急，不可耽误。皇上现在不方便见你，耽误不得呀！赵大人，公公，哎呀，赵大人你，皇上。赵大人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在外面火急火燎的，你乃大宋重臣，要注重体面。皇上，社稷若没了体面，我们做臣子的何来体面之说？皇上，秦桧乃金人奸细，不能用啊！秦桧，他是一个能做事的人，而你们这些朝中大臣只会嚷嚷着体面颜面。朕不用他，该用谁呀？皇上，别再说了。爱卿若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先回去吧。朕与秦相国还有要事商谈。皇上，今人虎狼之心，不可合意呀！赵鼎，你这是说，朕也误国误民误天下吗？臣不敢。皇上，臣以为这也不是赵大人的本意。可是，到了今天的局面，赵大人也难辞其咎。微臣谏言，若是赵大人能向金人认错赔罪，礼贤下士，那说不定金人会网开一面，不在跪接诏书一事上故作刁难。赵相国，你意下如何？皇上，金人没安好心呐！他们这是在羞辱微臣，羞辱微臣，就是羞辱朝廷，羞辱皇上您呐！皇上，臣万万不敢呐！你身为堂堂相国，连这点担当都没有吗？你从归德跟着朕到了现在，这些年，你处处为朕着想，为江山社稷着想，朕是知道的。可是，你已经老了，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赵爱卿就不必操心国事了。皇上，赶紧去颐养天年吧。皇上。好。谢皇上。秦爱卿，快快请起。谢皇上。秦爱卿，你看看他，他宁可辞官，都不愿意向金人低头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皇上，
若金人不坚持皇上亲自跪接诏书，秦桧愿意向金人低头，替皇上接受诏书。你觉得那些金人会愿意吗？微臣愿一试。秦相国，你处处为国着想，还引来众人非议，朕甚为感动啊！皇上，臣欲济国事，死且不避，宁必愿罢。大哥，不好了，皇上决定议和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重新启用秦桧，罢了赵鼎大人。现在秦桧是官复相位，搬回了相国府。没想到皇上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。从皇上对淮西军事件的反复，便能猜出几分了。奸臣当道，奸臣当道啊！真不知道这个皇上是怎么想的，明知道秦桧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可他为什么还要重用他呢？皇上困了，瞌睡的时候碰到秦桧这个枕头，不枕他还能枕谁？大哥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梅笔墨，我要上奏皇上。大哥，秦桧长袖善舞，和他做口舌之争，恐怕这时候我要是不说话，便没有人说话了。不能让奸臣蒙蔽了皇上的眼睛。何以之事，万不可行。向金人跪拜，有失尊严。所谓君忧臣辱，君辱臣死，请皇上三思。只要能让百姓免受刀兵之苦，朕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，又有何妨啊？现有淮河、长江两道天险，阻拦女真铁蹄。若收回河南、陕西两地，必要派兵驻扎。如此，则中原平坦无险可守，江淮之险形同虚设。金人提出归还两地，实则包藏祸心，想把我军主力从江淮一线引诱至中原一带，以一举歼灭。北虏自靖康以来，以和以我者10余年矣。无误其间，受祸至此。今复无事庆贺，此定有昼夜之虞。士大夫但为深谋。之前朕在明州时，朕即使百败，亦无人问津。如今朕与金人合议将成，爱卿就不必多虑了。金人不可信，和好不可视。相臣谋国不臧，恐待后世讥，皇上见之。爱卿忠心可嘉，秦相国之事，乃一时误会，并非爱卿所想。爱卿不必操心此事。我们大将做事不力，才让皇上受此委屈。望陛下明诏天下，令臣解罢兵务，退出临泉，以歌咏陛下圣德，
平之散民，臣无胜幸甚。放肆！竟敢用罢官来威胁朕！你越是想罢官，朕越是不让你罢，不允！秦大人，你好雅兴啊，约我在这儿见面。二太子，秦大人，多年不见，你现在是位高权重，我连你的门都登不了了。啊，哪里，秦某能有今天，全靠二太子的提携。要不是当年你把我一家从五国城中救出来，我早就变成了异乡孤魂了。您的大恩大德，秦某永记在心。好吧，我们就在这儿叙叙旧。是。二太子啊，今天约二太子见面，就是想和你商议一下。如今宋金合议迟迟未成，难点不在于这些，而是称臣跪拜。皇上为此深感头疼啊，还请二太子能够通融一下。唉，这些条款都是皇上和老四拟定的，要让他们改变主意，难呢。二太子啊，你得帮帮我呀！皇上就是冲着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才让我重登相位的。如果我办不成此事，我就还是一介草民。想报答二太子的恩情，我也是无能为力呀。你有什么主意就直说。如果称臣不可避免，那跪拜一事可否通融一下？如果去掉这一款，那大金何必与你们议和？
白白送你们河南、陕西之地，这种赔本买卖，划不来，划不来啊！二太子，若是跪拜不可避免，可否由他人代为行礼？这个与理不合吧？我若是贸然答应你，回去皇上要是责怪下来，那我可如何是好啊？只要秦某能在朝中站稳脚跟，到时候你我一南一北，遥相呼应。二太子，您还愁得不到大金皇帝的重用吗？咱们来日方长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那替贵之人，你可有人选？正是区区宰相。秦桧啊，秦桧，你可真是机关算尽。你这出戏，皇上看了感激你，百官看了敬畏你，你可真是一举多得呀。岳飞看了，他恨不得把我杀了。听说他现在不是正在跟你们皇上闹脾气吗？他现在动得了你？他还是小心自己的脑袋吧。说实话，提起岳飞，大家都以为我恨他，其实他们都错了。没有岳飞，就没有大金与大宋的和议，没有和议，我就回不到这个位置，也就没有今日我与二太子的相会。所以啊，我不恨岳飞，我还得好好谢谢他。告诉你们啊，这个锅子可是我们这儿的招牌。来，打开尝尝。哎，娘子，你让刘半仙儿他们弄了，你坐下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在这儿商议要事，还是不要有他们几个兔崽子的好。这弟妹啊，是上得厅堂，下得灶房，贤弟，真是好福气啊！你们先聊着，我炉子上还煮着羊肉汤呢。好。哎。梁小哥，你说笑了，这就叫只羡鸳鸯不羡仙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找个好姑娘啊？我没有兄弟这么好福气啊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朝廷危难，儿女私情当往后放。也对，你是有出息的人，不像我，除了躲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开个小酒肆之外，什么也不会。哎，兄弟，这是哪里的话？还不多亏了你是酒馆，要不然，这素素也不会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。我这怎么叫麻烦啊？我有手有脚，我每天都干活，我怎么叫麻烦啊？嘿，哎，这呀还多亏了素素姑娘不嫌弃，帮了我好多忙呢。你看，说到帮忙，现在要是能帮上岳大哥的忙，那就好了。倒是当今皇上，怎么就答应金人这所谓和议了呢？狗屁和议，又赔钱，又割地，这算什么和议啊？还要让我们低头哈腰的，这简直就是通敌！不错，这就是通敌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替岳大哥气不过。像岳大哥这样的人，天天刀山上走，油锅里滚，没想到最后皇上一句议和，就把岳大哥这些年的功绩全部拱手送人。
若有机会，我真想把这些金贼活活剐了。梁小哥，你前面那句话说的是什么？我说，若是有机会，我要把这些金贼活剐了。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说得好，我今天呢，也给你交个心，说句心里话。虽说我张用躲在这里是清闲了，但是素素姑娘知道我心里老觉得对不起大哥。只要一听到大哥在外面打了胜仗，我这个心里面就痒啊。今天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也放大胆子说句话，我们与其躲在酒肆里面怨天尤人的话，不如拿起刀剑，在议和当日把金贼来个一网打尽。对，一网打尽。我跟你去。干杯！来，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。来，我也去。干嘛？难道你后悔了？喂，不是吧，梁小哥，你刚才的豪情呢？我良心虽不如岳大哥那么豪气盖世，但我也知道社稷危难，匹夫有责。如今岳大哥守孝在庐山，也正该是我们忠义社大展身手的时候。
我现在就带你去看大夫，走！不行，苏苏，外面全是人，不能出去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走！苏苏姑娘，我已经让人去请大夫了。可是他现在伤成这样，我真忍住。谁？大哥，大夫请来了。是我，大夫来了。大夫，你快进来看看，你快救救他呀！哎呀，他失血过多，估计一时半刻没那么快就能好。我呢，给他开了一个方子。这是银子，您拿好。哎，岳家军和忠义社都是替老百姓保家抗金的，这药呢，是老百姓送的啊。告辞。我送你。我在这儿呢，小梁哥，小梁哥，我在这儿。快，二位，你抓住他们！这次你给我错杀一排，也不能放走一个。弟兄们，给我看仔细了，只要长得像忠义社的人，统统带走，一个不能放过。仔细打，谁要是敢私藏忠义社的人，就是诛九族，听到了没有？小梁哥，你醒了？哎，别乱动，你的伤才刚好一点。好多了，这是偶尔会痛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来，把药喝了。
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感染风寒，我爹让你喝药，你怎么都不肯。最后啊，还是你喝一口，逼着我喝一口。你说2个人一起吃药，这样药的苦味就会1人1半，喝起来就不会那么苦了。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了。从那以后，每次我喝药的时候，我都想找个人陪我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不怕你笑话。小的时候，我最怕的事就是喝药。那你怎么还……小莲哥，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但是你还想着岳飞？我也想忘了他，但是忘记一个人真的很难。可你们是没有结果的。我知道，你别再说了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行走，希望可以保你平安。秦爱卿啊，这次议和让你受惊了。谢皇上挂念，所幸有惊无险。好了，你这一拜，退金山岛玉柱，大宋可以安定了。这是皇上的恩德，也是百姓的福气。秦爱卿，平常养马吗？啊，微臣旧时曾经养得一匹好马，可惜它死了。现今所养的几匹都不行，只能做拉车之用，奔驰100余里就疲乏不堪了。那是因为你不懂得选择好马所致。当初易于成骑的马，必是驽马。此种马，既无耐力，又易乏之。而救完之初不可治愈的，那才是一群之马。此马必待奔驰100余里之后，其力气才能发挥得出来。皇上文武双全，这种道理，臣一介寒儒是万万无法按息的。只是，臣拜见皇上。免礼。朕派你去召岳飞回军，进展如何？臣把圣意一字不漏地转告给了岳帅，可是他就是不肯回军。
坚持要在庐山为母持完于府。什么？朕对岳飞如此之宽厚，他居功自傲，竟然至此。皇上，这是岳飞对于何意所上的贺表。念。臣欲明时，过观盛世，身为大将，无功受禄，口诵诏书，面有参于军旅，尚作聪明而过虑，徒怀犹豫以质疑，为无事而请和者谋。恐卑辞而易弊者尽。臣愿定谋于全胜，其收地于两河，唾手烟云，终于复仇而报国。世新天地，当令今人称藩。臣无任瞻天望圣，积切平营之志，仅奉表称贺一文。哼，士大夫但为深谋。先前在明州流离海上之时，朕即使百败，也无人理会朕。如今，朕为百姓免受刀兵之苦，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，倒换来这样的讥讽啊！皇上，臣以为这是岳飞故意在取悦百姓，拉拢民心呐。他不仅居功自傲之极，更是骄横跋扈、大逆不道。岳飞处心积虑、一门心思的，就想兼并别人的部队。此次请辞不归，真实的意图就是要挟陛下。皇上，可见当时力求和军，就是图谋不轨。皇上，请看这个。这幅画像是投诚之河东义士所献。他之前被岳少保俘虏后又被放了。那些被放走的乱匪，无一不在自己的家中挂上岳飞的画像，以示尊崇。皇上，这个岳飞抗旨不遵在前，滥用仁德在后，此等行径，他是在贪功求大，要取蜜月啊！江爱卿，你的意思呢？